你知道古人会用鳄鱼的大便来避孕吗？那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有了更科学的避孕工具，但其实这些工具绝大部分都是设计给女生用的。直到现在，男性用的避孕工具还是少之又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避孕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古代，人们有着各式各样的避孕偏方，比如古装剧常出现的麝香，甚至呢，在西方还有在子宫里面放鳄鱼大便等等偏方，选择可以说还蛮多元的。只不过这些偏方多半都只是没有科学根据，有的还很危险。那到了现在呢，人们就有了更安全、更有效的避孕方式。如果是生理女性，目前呢就有子宫内避孕器啊、女性保险套以及各式各样的避孕药物，总共呢大约有11种方式。而至于男性的话，除非直接结扎不然基本上就只有戴保险套这个选择了。那么我们今天就会来聊聊从古至今有哪些避孕方式，又为什么现在女性用的避孕工具会比男性用的多那么多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快姐，你知道理论上面用热水做冰块会比用冷水还要更快结冰吗？哈！1963年，一位叫做彭巴的学生发现，用热牛奶做冰淇淋会比用冷牛奶做冰淇淋还要更快凝结。他把这个发现呢，跟一个物理博士合作，写了一篇论文。这个现象后来就被称作是彭巴效应。不是啊，但你做冰块要先烧热水，太麻烦了吧？这绝对没有比较快。你错了，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把水瞬间加热到95度。靠这台康利根竹下 RO 瞬热饮水机，只要按下安全锁，一转水龙头呢，就能够瞬间加热。不论是半夜想要吃泡面，早上想要喝咖啡，婴儿呢要喝奶奶水，喝奶奶，还是婴儿要喝奶奶，这台瞬热饮水机都能够秒速的到位。瞬热功能呢不止方便还省电，因为不用一直保温，所以跟传统的热水冰箱比，可以节省将近97% 的耗电量。它的体积超小，输水量超大，而且龙头设计也超级好看，清清爽就可以得到一杯热腾腾的纯净好水。那么要去哪里才可以喝到这个酷东西呢？下班之后呢，就去恒隆行百货专柜或是全国电子灿坤试营体验吧。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尝试用各种方式来避孕了，但因为知识技术有限，这些多半都是没有科学实证的方法。像是在中国古代，青楼女子为了避免怀孕影响生意，会把麝香放在肚脐上面来避孕，甚至还有让女性用藏红花汁液洗子宫，或者是服用水银等等危险的避孕偏方。而在西方古代，状况也很类似，也有许多现在看起来离奇的避孕偏方，像是用骡子的耳屎、黄鼠狼的睾丸跟黑猫的骨头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制作成避孕护身符，绑在腿上行房。而至于事后避孕的方式呢，则据说是把鳄鱼的粪便、蜂蜜、碳酸水放进子宫里面，用来杀死精子。当然，这些方法后来都被证明是无效的。普遍认为是一直到了工业革命之后，由于经济的快速成长、医疗进步、公卫知识普及等等因素，人们才研发出了真正科学有效的避孕方法，像是1855年的橡胶保险套、1920年代的子宫内避孕器，以及1960年代首度在美国上市的女性避孕药等等。那说到这边大家应该有发现，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的避孕方式都是设计给生理女性使用的，包含了现在市面上面各式各样的避孕药，就都只有女用的。那为什么没有男性避孕药啊？报道指出，其实早在70年代就有男性避孕药的研发实验了，但却迟迟没有大型药厂愿意投资研发，使得男性避孕药难产至今。那有研究认为这一方面呢是由于男性避孕药的研发门槛比较高，而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避孕药有降低性欲的副作用，许多男性非常排斥，药厂呢也因此判断男性避孕药没有市场而不愿意投资开发。不过，也有学者用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认为男性避孕药的难产其实跟不平等的性别观念也有关系。他们指出，由于传统观念会期待男性展现雄风，因此男性会更介意降低性欲的副作用。相反的呢，这个女性呢则会被要求要压抑性欲，如果意外怀孕，更可能被批评不检点，导致女性有更强的避孕意愿。此外呢，刻板的性别分工观念呢，也导致了包含避孕在内一切有关生育的事情都被视为是女方的责任，所以过去避孕技术的研发往往都集中在女性身上。最后，也有人认为根本的原因是生理差异，毕竟实际上呢，只有生理女性有可能怀孕，所以她们会比男性更需要借由避孕工具掌握自己的身体自主权。因此，也有人表示，不是所有的避孕方式都是性别不平等的产物。比如，避孕药的发明初衷呢，其实就是为了要促进性别平权。女性能够自主决定要不要怀孕，这个如今看似理所当然的权利，是过去无数女性争取而来的，包含了人称避孕之母的美国护士桑格。
它不仅对抗当时社会上面反节育的保守风气，大力的宣导避孕，也努力的为研发募款，促成了避孕药的发明。而它的初衷呢，就是希望让女性从生育劳动当中解放出来，并且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还有就业机会。后来的研究也显示，避孕药的普及大幅的减少了女性因为怀孕被迫中断学业、职涯的状况，让女性的平均学历、经济自主的状况都有所提升。一些学者呢也表示，避孕药还让女性更能够掌握生理自主权，可以不用担心怀孕带来的影响，更自由的从事性行为。甚至避孕药的普及也让部分的女性的生命获得了保障。像是印度呢，在1970年代开始推动人口控制计划之后，有不少女性被迫绝育，而在医疗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很多女性因此呢面临了生命危险。所以许多的妇女以及卫生组织认为呢，普及避孕药可以挽救许多的性命，甚至在疫情时，很多的组织也呼吁把避孕药列为必须的物资发放。那尽管避孕药在一定的程度上面改善了生理女性的生活处境，但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有不少人也呼吁应该要推出男用避孕药，更进一步的落实性别平权。支持推出男性避孕药的观点呢，很多是认为照理说男女双方都有避孕的责任，但因为只有女性避孕药，所以长期以来也只有女性在承担相应的伤害跟健康风险。比如早期避孕药的研发过程就发生过没有告知受试者药物功能、副作用等等的伦理争议，而现在市售的避孕药呢，也有忧郁呕吐等等的副作用，因此他们认为应该也要有男性吃避孕药这个选项，让双方可以共同的承担风险。但也有另外一派的人持相反意见，他们表示近年的调查显示，男性用保险套是最主流的避孕方式，使用率呢更往往比女用避孕工具的总和都高。所以认为现在没有避孕责任不均等的问题了，而且既然保险套就够用了，那也没有一定要推出可能有副作用的男性避孕药。另外呢，有一些人则担心有了男性避孕药会让更多的男性有借口不戴套，增加性病传播，甚至也可能有男性谎称自己有吃过避孕药了，让女性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面临怀孕的风险。不过，也有学者反驳，认为所谓的避孕责任均等，并不能够单纯的去看哪种工具最多人用，还是要往下呢再去考量使用情境跟族群。比如说不喜欢或是出于各种原因不用保险套的人，想要避孕的话，除了结扎之外，真的就只能够仰赖女性用的避孕工具，让女方被迫的承担更大的风险跟责任。另外，也有人表示，所谓的性别平权应该是让双方能够以平等的地位讨论出舒服的相处模式。那避孕工具清一色女性用的状况本身就显示出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更可能呢导致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强避孕是女生责任的错误观念。他们也强调，推出男性避孕药并不是要强迫所有的男性都去使用，也不是要去取代保险套，而提供有相关需求的人在女性避孕药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而近几年，随着男性避孕药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了相关研究当中。那么，男性避孕药真的很快就要问世了吗？目前科学家们呢已经研究出了男性避孕药的关键技术，包含了终止精子的活性、降低精子数量的方式，而且除了口服药物之外，涂抹、注射等等不同形式的药物也都在研发当中。此外，研究结果当中呢，虽然还是有发现这个男性避孕药的一些副作用，例如多少呢会影响皮肤出油啊、体重增减等等，但整体来说不是非常的严重，也比女性避孕药低很多。这至于备受关注的降低性问题呢，有研究人员指出，只要定期的追踪跟性欲有关的睾固酮浓度，并且搭配使用人工合成的睾固酮药物就能够解决。只不过男性避孕药要正式的商业化，还有2点挑战需要克服。首先是服用时间，目前研究当中的药物呢，都需要男性长期定期的使用药物才会有效。但是在受试者的回馈当中，更多是希望现在想要来一发，那现在用药就好，也就是产品功能可能不太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另外，随着各国药物审核的门槛提高，相比于1960年代女性避孕药上市之后，相关单位对于男性避孕药的审核就严格了许多，需要确认副作用非常的低，才有机会过审上市。所以，男性避孕药要正式的问世，可能还是需要再等一段时间了。我们觉得，虽然过去性别不平等的观念是导致了男性避孕药难产的原因之一，但还是可以肯定女性避孕药的发明初衷和它带来的正面影响，尤其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去争取女性的避孕权，真的是很不容易也很重要的事情。那到了现在，社会有一定的进步之后，我们觉得也确实应该再进一步的去思考避孕责任分配的问题。老实说，刚开始我们有点不解，在男性用保险套使用率这么高的状况之下，真的一定要有男性避孕药才算是平等吗？
在看完了各种分析文章之后，我们意识到症结点可能在于保险套的高使用率，虽然可能反映出了避孕责任比以前更平等了一点点，但只能够代表普遍状况，不能够概括所有的族群。毕竟，如果戴套就能够服务到所有的族群，那女性避孕药的市场可能也不会这么大。在那些要靠药物来避孕的族群之间，避孕责任显然还是不均等。所以讨论到后来我们就蛮认同应该要推出男性避孕药。不过，如果某天男性避孕药真的要问世了，我们觉得确实呢，也应该要先建立正确的使用观念，避免人们用它来代替保险套。毕竟保险套呢，还是有预防性病的重要功能，是避孕药没有的。那我们自己是觉得，男性避孕药的主要功能应该是提供女性避孕药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可能也比较适合关系稳定、有一定信赖基础的伴侣去使用。那有了这个选择之后，伴侣间呢就可以来讨论今天是由谁来避孕。那透过这样的讨论，互相分担责任，或许还能够进一步的促进亲密关系，也说不定哦。那当然，现在说这些可能有点言之过早了，那还是要等它真的上市再来观察看看咯。那最后我们也想问大家，如果男性避孕药上市，你会考虑使用或者推荐伴侣使用吗？会有避孕是双方的共同责任，B不会戴套就好啦，没有必要吃有副作用的药，C不一定有双方协调好就好。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男性避孕药。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吃避孕药等于不检点吗？以及优生保健法。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